当我们把假面骑士的头雕做了特别还原，身体呢却是用积木人的风格来还原出来的。这样一个假面骑士呢只要10几块一个，而且出的角色还特别多，这一个账你会买吗？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老规矩，出盲盒的话咱直接端盒，至于能不能出隐藏款呢，就是全看脸了。这一套布鲁克假面骑士带上隐藏款呢，一共是有10个。端盒的话可以保证我开出来的9个呢都是不重复的，但是能不能开出来隐藏款的就是另说了。在这里我要吐槽一下，这是我第一次买全新的布鲁克嘛，这个实在是太难撕了，比灵能双响的包装盒还难撕，不仅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拆开，而且会把盒子弄烂。虽然积木人的结构很简单，几十分钟就能拼完一个，但是实在是数量太多了嘛，就喊了几个小伙伴过来帮我一起拼。因为人的力量大嘛，所以说不用1个小时就拼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规则，再来说结果。端盒的话一共是9个嘛，除了地奇还有这个隐藏款之外呢，全部都是1/9的概率，是他们2个加一起呢才是1/9。而出地奇的几率呢，就是这一个狂热推进器的3倍，所以说呢，出隐藏款的几率是25%。如果说你是和我一样端盒的话。然后每个角色的配件呢，上面也展示的很清楚嘛，就是这4个有武器，然后这个呢是带一个特效键，其他的呢都是守型战士。然后守型战士呢就是只有一对这个拳头手，没有其他的替换手型，而有武器的呢也是只有这么一个 C 型武器或者手，也没有其他的替换手型。然后每个角色呢都有一个地台，然后就是隐藏款还有这一个马格南推进器呢会有一个带支架的地台，其他都是单纯的地台。所以说第一眼呢你们就看到一个地旗，也就代表着我没有开出来隐藏款，对吧？我本来呢只是想买祈福系列的，因为它的这一个设定原因嘛，所以说玩法比较丰富，比较吸引力。然后地奇呢，它因为也是同样的嘛，它只需要把腰带换到其他骑士上，就是换一个形态，所以说它的玩法也挺丰富，就是奔着这么7个角色去的嘛。如果你单出这7个骑士的话，价格确实不合适，所以说呢不如端盒来的实在，而且还有可能出隐藏款，就赌一把嘛。所以哥查德还有老刚这2款呢，我就没有拼，也没有让他们去拼，因为他不配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到哥查德他身为主角基础形态，他不给武器也就算了，老刚不给武器实在是不应该，因为他武器就是他的变身器，你不给武器这说得过去吗？布鲁克是真的恶心呀，我真的服了。在线老刚还有邪术师，所以说今天我们只看这7个，另外2个呢也不会单独再出一些视频。首先在大小上呢，可以看到布鲁克的假面骑士好像比奥特曼高上这么一丢丢，看肩膀就知道。而和万代的掌动假面骑士比起来呢，就差不多了。而和 HF 比起来呢，那要差了太多，毕竟它也就10厘米多一点点。但如果说你只看胸部以上的话，就能感觉出来，其实和 HF 假面骑士是一样大的。而且头部都是球形关节连接，它的球呢还更大一些，这也就代表着它可以给 HF 用一下头。由于布鲁克的这个凹槽比较大，所以说呢连接是很松的，需要蓝凝胶来加固一下。但毕竟勉强能看嘛，所以说你买了布鲁克的这一个之后呢，也是可以多配几个 HF 素体，搭配成这一个牛、泰利还有胖杰克。这期视频呢，除了头雕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特别不满意的，但是这头雕呢真的是黑不了，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它这还原度呢，绝对可以说是勉强算得上是及格的，而且呢，涂装细节都是没问题。你看这镂空的耳朵，这鼻梁有什么问题呢？挑不出来的。而且眼睛呢也是透明复眼，细节都还原出来。其他角色的做的也是不错的，就是这一个霸牛的牛角呢是不够尖锐的。然后就是背后的这个头发界面色呢是阉割掉了。你看这个马克山还有杰克熊呢也是做的不错。邪魔图具体的细节呢，作为杂兵我也在剧里面没有太注意，不过他这个太萌了吧，太奇怪了。背后呢就是纯白的了。然后这一个地旗呢可以看到条形码也是做的没问题。然后这里呢是黄灯不是紫灯，放心实用。后脑勺的银色呢也是有还原出来，不过我记得这个条形的凸起应该也是银色吧。而主体方面呢，哪怕是邪魔图，只要是极狐系列的，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是同素体。身上的装甲呢，就是前后合的一个胸甲，然后就是2个肩甲直接扣上去，而四肢上的这些装甲呢，就是单纯的 C 型扣，直接扣上去的而已，非常简单的结构。除了极狐的这一个膝盖，极狐的膝盖呢，区别于其他的素体膝盖是新规设计的，就在这基础上多了一个桩，就是靠桩来卡住这一个膝盖装甲的。而地旗呢，虽然说不是一个旗帜系统，但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同素体嘛。只不过它身上多了这些条形码的阴影，所以说就看得不太明显。和极狐系列素体上唯一的区别就是膝盖嘛，他们的膝盖呢除了极狐之外都是这种单纯的光秃秃的膝盖，而它的呢是多了这个条形码凸起的这一个细节。分色方面呢，作为一个10几块的低端玩具，不过实体店要卖39，它这一个分色效果呢已经是可以接受的，当然背后肯定是偷色的嘛。极狐系列本来背后就是黑不拉几，没什么细节，这个不太明显。看地旗吧，看地旗就很明显看得出来，背后就是纯偷色了。而正面的分色做的确实是还可以，除了这些小臂装甲什么的那些细小的分色之外呢，基本上该还原的都有还原出来。尤其是腰带，你看它这一个遗印细节呢也都有还原出来，只不过腰带中间的这个核心 ID 呢是完全阉割掉遗印了。我感觉布鲁克应该不是为了恶心玩家才阉割掉的，你看它这个地旗呢就还原出来了，而且呢它为了还原这种水晶效果、透明件效果呢，应该是用光油什么的做的，所以说特别漂亮还原。我想布鲁克它之所以不印，就是方便你之后换装玩嘛。
毕竟呢，它这一个腰带呢带扣是不可拆卸的，所以说呢，它只能是通过换头的方式来实现换形态了。但是如果说你真想服务于替换装甲玩法的话，那你更应该印上了，而且呢要把这一个带扣什么做成分件。它这个带扣呢和整个腰带驱动器呢是一体的，所以说是不能拆下来的。这样的话就会导致，如果说你想要组成一个怪兽推进器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呢这个腰带它是和马格南已经是捆绑在一起了，是不可拆卸的。所以说布鲁克根本没有为这一个换装玩法而设计什么新东西，唯一是照顾到的就是把这个 ID 核心给阉割掉了，而且还是一个负优化。虽然说它的出发点是好的。然后还想吐槽的就是盲盒玩法，实际上是一个说明书呢，它只是拿几乎举例子，其他的都是只说了头部该怎么拼。这两方面呢实在是吐槽不起来，因为现在国产厂家都这样，都喜欢装盲盒玩法，然后就是只拿这么一个举例子，都这样。所以说你单独吐槽布鲁克，那就是真的是故意黑了。如果说你这样骂这两方面的话，那只能是骂第一个开这个头的厂子了，是真的离谱，真的逆天。然后组合度方面的话，毕竟是作为新规数体的第一弹嘛，所以说组合度我个人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对于和我一起拼的其他人来说呢，除了上半身比较丝滑之外，整个下半身呢都是拼的特别困难，而且基本上都拼不上。特别是这一个胯部还有膝盖都是我帮他们拼上的，他们根本就拼不起来，他们没有大力金刚指嘛。所以说你如果说没有大力金刚指的话，你拼这个下半身的话，真的是可以说是很困难。那对我来说，我真的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困难。不过它尽量难拼的话，有一个好处嘛，就是会让它关节变得更加的紧实一些。要说出一个问题的话，就是因为它说明书只拿几乎举例子嘛，所以说呢，你拼这些装甲的话，它会容易拼反。他们替我拼的话，所有的人都把肩甲还有这一个小臂甲给拼反了，就特别离谱，没有一个拼对的，蒙都蒙不对，一个就很离谱。你看我现在纠正过来，就是这样的话才是正的，他们都是上下左右全都弄颠反了。可动方面的话，因为是同素体嘛，所以说我们只看这个 MK3 就行了。头部的话，抬头低头幅度都不怎么大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胳膊的平台呢，需要先把这一个肩甲给逼让上去，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达到90度。大风车没问题，曲轴幅度能够达到90度，然后这里可以平转，然后手腕呢不算灵活。胸腰部呢比起奥特曼多了一个双头球形关节，它呢拉上来之后就可以这样上下弯腰抬腰了，不过呢也是不能够转动的。然后这里呢是可以转动，腰带也是可以还原剧中可以转动的，而且是360度转动。然后胯部呢，这次是多了球形关节分件，所以说呢，它是可以外拉出来球形关节，然后再进行一字马侧踢的。就是你踢完之后呢，需要再把它给按回去。然后前踢幅度呢能够达到90度，后踢也是90度。在膝盖这里呢有一段平转关节，然后屈膝幅度呢能够达到180度，脚腕呢是一个球形关节。其他的可动的话，就是杰克熊它这个披风可以摆动，还有几乎的这一个推进器也是可以转动的。至于这一个手里剑的转动以及这一个枪管的伸出呢，你是想都不用想了。武器配件方面刚才讲了嘛，是只有他们4个有武器的。它这一个马格南枪呢做的是细节有一点点肉，不过看着勉强也算是及格，涂装的有些敷衍。只要是他有武器的话，他肯定是只给你这么一对 C 型的手，所以说不是握持武器的话就特别丑。别跟我说什么金木人他就是这样的手，你想一下布鲁克他自家的那个传奇版的奥特曼，他的手是这样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第7的这些卡和剑呢看着倒是还行，比较精细，而且呢这个大面积的一印看也是比较舒服的，只不过它这一个第7的标志太肉了。泰利的武器涂装也是做的比较一般，4把武器呢都是背后没有涂装的，然后泰利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可以让这2把武器进行合体。最后就是霸牛的这一个电锯，可以看到也是有一印的，做的这一个效果还不错。然后霸牛呢，它因为左手呢是一个僵尸手，所以说呢它没有一个多余的 C 手露出来，就是看的是整体来说是所有骑士里面最舒服的一个。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每个角色都配备的一个地台嘛，它这个插口呢就是可以和其他的地台进行拼接。然后这4个洞呢就是可以插到脚底板上，上面有一个布鲁克的铭文。然后就是只有隐藏款还有几乎会有的这么一个支架，这支架呢是不可动的，纯手长的是像混支架。然后它呢唯一可动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球形关节，它这一个 C 扣呢也是不可动的，不是夹子就是一个 C 扣。你想用这一个支架的话，它只能是这样强行夹在它的腰上。这玩意儿是真的不好夹，不过也是挺牢固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摆骑士飞踢了，好像没其他用了。最后再提一嘴这一个邪魔图，它的脚呢是带钩的，特别大一个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布鲁克假面骑士第1弹的情况了。如大家所见，我虽然说吐槽的比较多，但是呢并不是代表不满意，因为呢考虑到价格的话，10几块钱一个，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，对吧？